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严肃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别再被那句老话“乱世黄金，盛世古董”给骗了。真到了战火连天的时候，你攥在手里的那1公斤黄金，可能连2个热乎乎的馒头都换不来。更可怕的是，你一旦漏了财，反而可能变成别人眼中的肥羊，招来杀身之祸。真正能让你和家人保住性命的硬通货，根本就不是钱，而是我接下来要跟你掏心掏肺讲的这几样东西。我是健康之道的蔡志玲，不想在危机真的来临时手足无措，只能听天由命的朋友，请在评论区打上保命2个字，也顺手点个订阅，不会让你错过任何关键信息。今天这期内容没有一句是废话，全是能救命的干货。我们不聊那些虚头巴脑的理论，就实实在在的想想，如果明天一早醒来，窗外的天空响起的是刺耳的防空警报，你现在拥有的房子、车子、银行卡里的存款，到底能不能护住你和你的家人？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太遥远了，是杞人忧天。但蔡哥，我要告诉你，居安思危这4个字永远不是一句空话。战争这东西一旦来了，社会秩序说崩就崩，快到你无法想象。到那时候，你银行账户里那串让你安心的数字，在炮火和混乱面前，可能连一瓶干净的水都买不到，它就是一串毫无意义的代码。今天这期内容真的非常重要，它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财富和生存的理解。我建议大家耐心听完，因为这里面的每一条建议都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从无数残酷的历史教训里用血和泪总结出来的经验。首先，我们得打破一个最大的幻想，就是关于黄金的。一说到打仗，好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买黄金，觉得黄金是避险之王，肯定能保值。蔡哥，我得给你泼一盆清醒的冷水。没错，黄金是避险资产，但那是对于国家、对于大资本、对于那些在乱世里也有武装力量保护的人来说的。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在极端混乱、失去法律约束的战区，你拿着一块金条，它非但不是护身符，反而可能是一张催命符。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在一片废墟中，人人饥饿，人人自危，你战战兢兢地掏出一根金条，想跟人换一点果腹的粮食。你这个动作不仅仅是在做交易，你更是在向周围所有眼睛发绿、濒临绝望的人广播，看，我这里有好东西，我家里可能还有更多。在东欧战区的黑市上，就真实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人拿着一条成色极好、和平时期值几千美元的金项链，最后只换来了2天的口粮。而同一时间，一块军用的压缩饼干却能让人帮你卖力气、打探消息，甚至提供保护。这就是战争最残酷的真相，所有的价值体系都会瞬间崩塌，重组生存下去的资源才是唯一的真正的王道。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能救命的硬通货呢？我们一样说，排在第1位的毫无争议是水。水是生命之源，在战争时期，它就是最珍贵的战略资源，没有之一。人都说3天不吃饭没事，但3天不喝水，人基本就完了。现代战争，电力系统肯定是第一批被打击的目标，电一断，城市的自来水系统立马瘫痪，住在高层的连一滴水都上不去。我见过一份让人心惊的资料，在某一个战区，20升能直接喝的饮用水被炒到了11美元，而1500升的生活用水居然要130美元。这在和平年代简直是天文数字，但在那时，有钱你还得有机会，有门路去买，有座城市。空袭警报拉响后，仅仅3个小时，全城 90% 的瓶装水就被抢购一空。3个小时，你以为你动作快，在生死存亡面前，总有人比你更快、更狠，准备得更充分。所以蔡哥给你的第1个也是最实在的建议，就是从今天起，你家里必须开始有意识的储水，按每人每天至少4升的基本生存量来算，一家3口，你最少要储备够2周的用量。这可不是吓唬你，这是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 FEMA 建议的最低生存标准。具体怎么做呢？别去囤那些小瓶的矿泉水，占地方，塑料瓶久了也容易老化变质。去买那种大桶的纯净水或者蒸馏水，5升、10升一桶的，放在家里阴凉避光的地方，比如储藏间、床底下。记得每半年检查一下保质期，快过期的就拿出来日常喝掉，然后补充新的进去。
这笔投入很小，平时可能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但在关键时刻，它就是你和你家人生命线的长度。光储成瓶水还不够，你还得准备一些后手，比如净水药片或者便携式的滤水器，因为你储备的水总有一天会喝完，到时候你就得去找水源，而暂时的水源大概率是被污染的，喝了就可能生病。在缺医少药的环境里，一个小腹泻都可能要命。有了这些净水工具，你就能把脏水、雨水变成能救命的饮用水。这第二种硬通货就是食物。如果说水是生命线，那食物就是暂时的通货之王，是真正的硬骨头。战争时期，食物的价格会涨到你怀疑人生。在某个战区的南部，一袋25公斤的面粉卖150美元，到了北部，价格直接飙升到1000美元，比战前涨了超过100倍。一个鸡蛋5美元，1公斤糖70美元，一罐婴儿奶粉甚至能卖到200美元。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就算你凑够了钱，你还得冒着被流弹击中、被抢劫、被暴徒盯上的风险，穿过危险的街道去黑市交易。你能不能活着把粮食带回家，都是个未知数。所以蔡哥给大家琢磨了一套具体的储备方法，我叫它3级食物储备法，你一定要记在心里。第1级是军用压缩饼干，这东西口感确实不怎么样，又干又硬，但它有2个无敌的优点，保质期极长，一般都在3年到5年以上，能量密度极高，巴掌大的一块就能提供一个成年人一整天维持生命所需的热量。你现在很容易就能在网上买到正规渠道的，价格也不贵。它是用小麦粉、糖、油脂、奶粉、坚果等多种高能量原料压缩而成的，营养相对全面，而且极其便携。在危急时刻，这一块饼干可能就是续命的关键。第2级是真空包装的杂粮，像大米、小米、燕麦、各种豆类，这些东西耐储存，营养也好，但记住关键，千万别买散装的，散装的容易受潮、长虫、发霉，一定要买那种工厂抽好真空的密封包装，或者自己家里备个小型真空机，买回来的米豆自己抽真空密封好。真空环境能有效隔绝空气和湿气，让这些粮食在常温下安全保存1年到1年半。有了这些基础粮食，你只要有一点点火、一点水，就能煮出一锅热粥或热饭。在那种又冷又怕的战争环境里，一口热乎的带来的不只是热量，更是巨大的心理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第3级是各种罐头，肉罐头、鱼罐头、蔬菜罐头、水果罐头都备上一些。罐头能完美补充人体必需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保质期很长，通常2-3年没问题。选购的时候有个小技巧，尽量挑选带有易拉环设计的，不需要额外的开罐器就能打开。在匆忙撤离或者工具不全的紧急情况下，这个设计能省去大麻烦。这套3级储备，平时花个几百块到1000块，就能给一家人备足2周甚至更久的生存口粮。但到了战时，你就算抱着几万块现金，也可能换不回其中任何一样。第3种硬通货，普通到你常常忽略，糖和盐这2样东西太日常了，日常到我们根本不把它们当回事，但在逃难或者极端生存状态下，它们是真能救命的。你想啊，逃难时精神高度紧张，体力消耗巨大，人很容易低血糖、头晕眼花、浑身发软。这时候如果能含上一块糖或者巧克力，很快就能恢复一些体力和精神。而盐就更关键了，人体缺盐会导致电解质紊乱，引起肌肉痉挛、无力，严重了会虚脱甚至休克。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一个救命的简易配方，大家可以记一下：1升干净的饮用水，加上6茶匙白糖约20克和半茶匙食盐约 1.75 克，混合均匀，这就是简易的口服补液盐。在腹泻、呕吐或者大量出汗导致脱水时，喝这个能有效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防止身体垮掉。几块钱的成本，关键时刻就是一条命。第4种硬通货是医疗物资。很多人觉得我又不是医生，准备那么多药品、纱布干什么？朋友，战争时期受伤和生病是家常便饭。真正的医院要么被炸毁了，要么挤满了缺胳膊少腿的重伤员，医生根本顾不上你。划伤、擦伤、扭伤、感冒发烧这种小问题，在和平时期不算事，在战时可能就没人管你。但别忘了，
在卫生条件极差的战时环境里，一个小伤口如果感染了，引发败血症，那真的会要命。在前线，士兵的急救包是保命的标配，里面的一片止血敷料在黑市上能卖到10美元，一根止血带能卖25美元。普通家庭如果备有一个齐全的急救包，遇到小伤小病就能自己处理，不用冒着枪林弹雨去医院排队等死。药品更是重中之重，一盒普通的抗生素在战区可能被炒到上百美元，还经常断货。特别是家里有老人、有慢性病患者的，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一定要提前尽可能多的囤购至少半年到1年的药量，用防潮的铝箔袋分装好，注明药品名称和有效期，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很多人在战争中并不是死于炮火，而是死于断药，这是最让人痛心又无奈的事情。蔡哥建议大家现在就上网或去药店买一个专业的家庭急救包，里面要包含止血带、无菌纱布、碘伏棉签、抗生素软膏、医用胶带、创可贴、止痛药、止泻药等基础物资，有备无患。第5，重印通货。可能很多人觉得夸张，防毒面具，你会想，我们又不上前线，要这个干嘛？但现代战争的威胁是立体的、看不见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设施遭袭后可能的辐射尘埃，这些都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的潜在风险。在这些无形的杀手面前，一个可靠的防毒面具能为你的呼吸系统提供至关重要的最后一道防线，它能过滤掉空气中的大部分有毒有害颗粒和气体。防毒面具在和平时期价格很亲民，一个正规的民用防护面具几百块人民币就能买到不错的，可一旦战争爆发，它瞬间就会成为稀缺物资，价格翻几10倍，你花几千块可能都抢不到一个。所以提前给家里每人准备一个，放在固定的、容易拿到的地方，它不占什么空间，但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为你和家人多争取一线生机。第6，重印通货是能源和通讯设备。战争一旦打响，能源就是现代生活的命脉，而通讯则是你了解外界、做出正确决策的眼睛和耳朵。电力系统是首要打击目标，一旦瘫痪，手机变砖头，冰箱里的食物腐烂，夜晚一片漆黑，连烧热水都成问题。应对能源危机，蔡哥推荐一个3级能源方案。第1级是太阳能板和户外电源。现在有很多便携式的太阳能充电板，选择200瓦左右的，搭配一个容量大一些的户外电源，也叫移动电站，只要有阳光，就能把电能储存起来，给手机、手电筒、小风扇，甚至小型医疗设备充电，在长期断电时非常管用。第2级是固体酒精或凝胶燃料，这些燃料储存安全，不像汽油那样易燃易爆，用于野外或室内生火做饭，烧开水非常方便。第3级是手摇或脚踏式发电机，这是最后的保底手段，在没有其他任何能源时，靠人力发电，效率虽低，但关键时刻能给收音机或手机充上一点点电，也许就够你发出一条求救信息。通讯方面，别太依赖手机网络，战时的基站非常脆弱，还可能遭受电磁脉冲攻击，让电子设备瞬间失灵。而一台短波收音机在战区却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它能接收到外界电台的广播，让你知道哪里是安全区，哪里在交战，哪里有救援物资发放。这些信息能指导你做出最正确的逃生选择。为了保护收音机等关键电子设备免受电磁脉冲影响，可以准备一个金属盒子简易法拉第笼，把它们装起来。还有最不起眼但至关重要的东西，火源，比如防风打火机、防水火柴。一盒防水火柴在战时可能值20美元。火能让你取暖、煮食物、烧开水消毒、驱赶野兽，在寒冷的夜里保住核心体温。第7，重印通货是适量的现金，注意是适量。在战争初期，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崩溃时，美元、欧元等国际硬通货或者本地货币确实还能用来购买物资或打通关节，但情况会急转直下，银行系统瘫痪，取现变得极其困难，你可能需要支付高达 50% 的手续费才能从中间商那里换到现金。因此，提前在家里分散、隐蔽地藏好一部分现金是明智的。有些人会把钱藏在墙壁夹层、旧书本里，但切记，现金不宜携带过多，目标太大会引来危险。
只准备短期内应急使用的量即可。随着战争持续，物资极度匮乏，以物易物会成为主流，纸币的购买力会急剧下降。除了这些物资，蔡哥还想和你聊聊房子。房产的价值在战争中会发生惊天逆转，曾经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高楼，在战时可能变成最危险的活靶子，断水、断电、断气，电梯停运，上下楼都困难，一旦发生火灾，根本无法逃生。相反，偏远农村，特别是带有院落的平房或低层房屋，价值会飙升。你可以在院子里种菜，如果能有一口井，那就解决了最根本的水源问题。这样的房子提供了自给自足的基本可能，成了乱世中的诺亚方舟。这就是所谓的逆城市化生存。最后，在战争的终极考验下，有2样东西比任何食物都更珍贵、更持久，那就是技能和人脉。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一个懂医懂药的药剂师会成为各方势力都想保护的对象，他们的生存几率远高于普通人。在东欧，一个会修车、会摆弄机械的师傅绝对是团队里的核心。在非洲的战乱地区，一个懂农业种植的人就能靠自己的手艺养活一家人，还能用多余的粮食换取其他必需品。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一技之长在乱世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从今天起，有意识地学一些实用技能吧，比如基础的急救知识，怎么包扎止血，怎么做心肺复苏，比如怎么用简单工具净化水，比如修理简单的家电，比如怎么在有限空间里种植一些速生蔬菜。这些技能平时可能只是兴趣，暂时就是救命的本钱。人脉同样关键，平时真诚待人，多结交一些不同领域的朋友，比如医生、退伍军人、电工、农夫、工程师，建立起基于信任和互助的真实关系网络。在危难时刻，一句及时的提醒，一次关键的援手，可能比一袋金子还有用。至于比特币之类的虚拟货币，蔡哥直接告诉你，在真正的战争环境中，它基本就是废纸一张，连纸都不如。因为网络中断，你的数字资产根本无法访问和交易，战乱引发的恐慌只会导致其价格暴跌，起不到任何避险作用。相信这个，不如相信你手里实实在在的物资和脑子里实实在在的技能。今天蔡哥跟你聊了这么多，不是为了制造焦虑和恐慌，恰恰相反，是为了让大家能清醒地认识现实，从而消除不必要的恐惧。战争从来不是远在天边的故事，它有能力在一夜之间撕碎我们所有的安稳，把那些被吹嘘过高的价值打回原形。你不需要成为一个生存狂，囤积如山的东西，按照蔡哥说的，按部就班地储备好全家2周左右的生存物资，你就能安然度过最混乱、最危险的开局阶段。你也不需要精通18般武艺，掌握几个最核心的应急技能就足够。我的具体建议是，每个季度可以做一次家庭应急演练，比如模拟断电断水1天，看看哪里准备不足，每年更新或轮换掉 20% 的储备物资，保证东西都新鲜有效。把应急 preparedness 变成一种日常习惯，这不是杞人忧天，这是对自己和家人生命最切实的责任。如果你觉得蔡哥今天这番话有价值，请务必点赞、收藏起来，并且转发给你关心的人，让更多人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能多一份踏实和准备。记得订阅健康之道，我是蔡志霖，我们下期再见。